我还没吃饭，介不介意我把剩下的给吃了？今天小聂请客，他没意见，真没意见。哎，本神医要去服务人类了，你们两个等一下随便谁买下单啊。 要不你再点些菜吧，这些全都是吃剩下的。不用，没关系。哦。怎么主动跟我说话了？我还以为你会吓得立刻跑路呢。哪有？你也再吃一点。 买单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说好了要请方师兄的。我来吧。我来。给。我来吧。之前跟你闹着玩，现在都摆明车马，难道还能让你买单？ 这边车不能开过来，要走一段路。嗯。他今天来找你，我事先并不知道。他说的那些话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他说，陆小姐她并没有请我参加婚礼。啊。 原来是越级打小报告来了，真是这样？是啊，那时候还没摆明车马，肯定要绞尽脑汁创造机会。我还以为你会不好意思一下。都那么直接过了，现在不好意思，好像也来不及了。以前的我。 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。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，会是什么样？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？两个人都这么直奔主题，会不会一拍即合？那大概也很好。要是我先认识你就好了。 糟糕，怎么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？这话好像有点过分。他不会生气吧？哎呦，怎么现在一碰见他就举止失常呢？那个，方师兄找你帮什么忙啊？他有篇论文，跟我之前研究的课题相关，让我看看，给点意见。 他明知道你，还叫你做这些，早知道不请他吃饭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不介意了。直面手残的人生啊，矫情1年多也就够了，难道矫情一辈子？
其实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。那天是我太冲动了，把你吓到了。哦，没有。哪里没有？这才几天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希光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那些话。如果给你造成困扰，我很抱歉。这句话好耳熟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和蓉蓉的关系，不然我不会那样跟你说的。希望没有造成你的困扰。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。好了，我不这样说了。不过，我说什么了？害得你都快挂眼泪了，真爱哭。不要道歉，不要因为这个道歉。好，我不道歉。我只是看你躲得很辛苦，我以后不这样说了，我保证。你也别躲我了，好不好？这样你累，我配合让你躲，也很辛苦啊。你配合我？难道不是我这几天聪明伶俐，闪避拉满吗？不然呢？天天想办法跑厂区和外务，我明天实在想不出什么借口再出去了。所以，你也别躲我了，好吗？不会了。真的？那今晚陪我加班。啊？你认真的？当然。我们半夜来2期厂区工地干什么？有个问题，想征求下股东意见。你别乱扣帽子啊！我才不是，休想让青春年少的我承担我不该承担的责任。现在这么警惕了？全靠林总教诲。到底什么事？快说！我来看，这是2期厂区的总平面图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这里以后是2期厂区配套的光伏停车场，这边会加建一个食堂，方便厂区员工用餐。但是那边还有块空地，一直没定下来做什么。跟我来，就是这里。我们脚站的地方，一直到头。你有什么建议？你这么突然问我，我肯定说不出来什么呀。不过我一直觉得我们厂区很生硬。生硬？是啊，行政区、宿舍区有草坪，有很多绿植，厂区绿色相对来说就少很多。这里
要不就增加一点绿植。不如做一个光伏生态小花园，用光伏发电，下面草坪、绿植，摆些桌椅，顶上装那种可以转动的光伏板，晴天可以遮阳，阴天敞开免得遮光，下雨天全封闭挡雨，还可以建个小房子，卖下饮料、甜品，大家肯定很喜欢。你看行政楼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，厂区却没有，也可以安排一下呀，让厂区员工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地方透透气。非常好。我也觉得，那就这样，本股东拍板决定了，麻烦林总抓紧时间落实一下。你说我是现在就交代员工落实，还是明天再说？这么晚了，当然等一下，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？听股东的话，立刻落实的意思。小聂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和各部门沟通推进了。你就完全不管啦？怎么会？我负责签字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下班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他好像在给我打工，又好像是我老板。他好像在追我，但是又给我派了一堆活。林总，这么热闹，就是那个试吃，我们打算抽奖决定，你要不要参加？不行，这样会降低概率的。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欢迎我参加的意思？当然，换食堂是林总你的决定，功劳最大，理应参加。小聂说的对，我们再加个纸片啊。谁先来啊？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行，你先来。主管，你摇晃的不充分，我的命运一片空白。林总，我最后吧。啊，行，那我先抽了。那诺诺，那来吧，同志。来，是不是这个吃货？这个的确蛮适合你的。就是这个，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吃货了，将在林总和小聂中间产生巅峰对决了，谁才是我们管理部最后的吃货？一起吧。好。糟糕，小聂才是那个吃货。我没降低概率吧？完全没有，谢谢林总。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交给小聂和崔琴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就是同事之间的谦让啊。那怎么不谦让我呀？谁让你抢着第一个抽的？啊，好了，我要工作了，明天还要翘班试吃呢。一定有问题。哎呀，不行，每样只能取一点点，不然2家吃完就已经撑死了。你似乎有点低估自己。林总，你也来了。没抽到签，只能刷脸来吃点了。可惜没有投票权。
那怎么可以啊？这换食堂的事可是林总你一手主导的。那我和小聂共用一张选票吧。啊？有意见？抽签的时候，没有没有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取样这么丰富。当然，我可是负责的人。你取样也太少了吧？那这样的话，那我要80%的投票决定权。你怎么临时制定规则？花总的态度也太科研了吧！开动！开动！好吃。哎呀，一口都吃不下了。我打算投票给回锅肉。我要投给锅包肉，他们家的最好吃。啊，这锅包肉夹也太甜了吧？不会啊，如果我自己吃的话，还可以再甜点呢。但是考虑到大家，这个甜度正好。你们无锡人真恐怖。不过你还要看林总啊，你们不是共用选票吗？我个人比较喜欢红烧肉。你再体验一下。投票可以听你的，不过我觉得你中意的这家多半要落选了。我放盘子去。这是让我投票？不是啊，我们肯定要投锅包肉的。但你不是还有20%的权利吗？我要尊重这20%，所以把写的权利交给你。小聂，你是懂权力分配的，谢谢你给我参与感。红烧肉一票，回锅肉一票，红烧肉一票，回锅肉一票。完蛋了，以后不能在食堂里吃到这么好吃的饭。这么喜欢吃甜的？红烧肉一票，真的不算很甜。我刚刚询问了一下这家承包商旗下有哪些餐厅，我带你一家家吃过来。我宣布，最后投票最高票数为回锅肉。在想什么？在认真考虑你提出的诉求。有结果了吗？哪有那么快啊？有好多问题呢。比如说，如果食堂承包商要走招投标流程的话，那光福小花园是不是也要走招投标流程呀？你说的，我的诉求，是说光复小花园。啊，
这不是林总你半夜3更严肃交付我的工作吗？所以答案是什么？不一定要早招投标，老板你随意就好。好，那我尽快做一份方案发给你。不过，我觉得我好像承担了额外的工作。公司你有没有什么补偿啊？比如说加班餐补什么的。这个肯定要有，不过做工账大概不合适，做我私账怎么样？小聂，等一下。小聂，你刚刚的目光很不信任。因为你前科有点多。的确，不过这次不是，因为我还在左右为难。为难什么？方式方法，我觉得追求这件事应该光明正大的。可是如果在公司这么做，又难免产生一些流言蜚语，对你不公平。你考虑的有点多。事情如此，当然要考虑周全。不过也有办法，小聂，你不要微服私访了，怎么样？这样风言风语，多半就冲着我来了，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。林总，这份文件张总那边说先让你看看。出差的事情，你先自己考虑一下。怎么不回消息？不礼貌。难道睡了？喂，刚刚在洗澡。请问聂小姐，加油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加油？你刚刚给我发的短信。啊，发错了吧？发错了？我还以为存心想让我失眠。怎么会呢？那真令人失望。那如果没发错呢？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是想告诉我
虽然革命尚未成功，我仍需努力，但是政策已经向我开放。你的理解力有点高端。那方向正确吗？有2件事要跟你说一下。你说。一件事，我想去出差，我想去溜达，不是，去见识一下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，大显身手。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，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，不是你的问题。请不要束手束脚。当然，如果半个月之后流言蜚语还是针对我，那你也扭错了。说明我没有做好。对，所以你要加油。如果到时候我的每个朋友都跟我说，希光，林总对你不是认真的，你要小心，那我就飞快的跑路。这样，那你把你的好朋友名单给我一个。那没有，我怎么可以帮你作弊？好了，我说完了，我要睡了。林总晚安。怎么啦，林总？还有事？有。小聂，订票。你们都下载那个微信了吗？下了，不过用的频率不是很高，主要用来跟女朋友聊天。我前阵子才下，用的不多。不过这个软件以后大概率会是主流。肯定的呀，免费的多香。那到酒店有 WiFi 了，我也下一个。上个月英杰让我下，我没有下载。林总，你也不提醒我一下，害得我严重落伍。我的错，失职了。也是。出差还要陪你加班啊？陈总让我问问你们的 SPA 券用不用，不用的话就他和我去。稍等，王鑫，那个 SPA 你去一下，别浪费了。男的还做这个？当然可以。王鑫特别想去。林总说王鑫总特别想去。那好吧。做不了 SPA， 那就出去逛逛吧。不过我吃撑了，就去买点东西，请你在酒店门口等我。几点？现在。
个我出去买个东西。哦，好。你居然还换装？你不是让我加油吗？那多带一些衣服不是很正常？这叫发挥自身优势。我懂了，一表人才。我讲，你要去买什么？我要去买个新手机，旧的内存不够。走。走。这个是我们的最新款，颜色有这2种。你朋友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型号。好用吗？可以，反应速度很快。你可以拿个粉色的，跟你朋友的这个颜色很配。什么颜色无所谓的，反正我要换各种各样的手机壳，所以那就粉色的吧。好。麻烦帮我拿内存最大。好的。正好还剩下1台现货，价格一共是2498。请问哪位？哦，我。好。那需要拆开吗？我们可以帮你装机。好呀，那麻烦帮我装一些常用的软件，还有微信。哎，小姐，你之前用的也是我们的牌子，整个旧手机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都是可以导到新的手机上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只需要复制通讯录就好，其他的就留在旧手机里吧。好。总算把微信注册好了，来加个好友。你动作也太快了吧！一直盯着。你下载了新软件，我当然要第一个申请。你同意吗？我同意啊。申请通过，我的好友。跟他一样。早上好。我跟你说啊，陈姐人特别好。陈姐。一晚上就被别的部门收买了？不是啦，我昨天不是给她订了双拼奶吗？然后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，是跟你一起出去的。然后她就特别好心提醒我，让我注意公司盈利。这也是我之前所担心的。不过陈总既然发现了，待会儿我就不用找借口。什么借口？这酒店的早餐很丰富啊，还有鲜酥的肠粉。有广东特色哦。是挺不错的。待会儿你们吃完就飞回去了吧？我们？林总，你要改行程？我和西光打算退掉飞机票。改行程改签就好了呀，退掉了怎么回去啊？昨天晚上王鑫跟我提到西光有点恐飞，我也是才知道。正好周末我考虑了一下，打算和他一起坐火车回去。
俩确定要坐火车回去吗？我刚查了一下，10个小时左右呢。也许途中下车玩一天。这个计划不错。行吧，那回头咱们公司见。小念，再见。陈姐再见，王新总再见，一路平安啊！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只是其中一个可行性方案，当然以你的意愿为主。我的意愿不用改坐火车。我妈说今年要去外面过年，所以我们可以坐飞机回去。我刚好锻炼一下。你确定我们坐飞机回去？我确定。你快问我为什么刚刚陈姐他们在的时候我不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今天回去，所以林总，你愿意和我一起进行一个2天1夜的广州深度游吗？包吃包拎包的那种。愿意至极。那你知道哪里好吃吗？我现在查。我也不知道哪里好玩。我来规划路线。那你拍照技术怎么样？我态度好。那就这样，成交。接下来下去买一个重要工具。手机壳为什么是重要工具？懂了。懂了。仿佛这个世界上，我和你好，这个还有这个都要。好的。手机不可以，手机壳总可以。谢谢。连我手机上的这个，一共5个，多少钱？借你跟靓仔200块啦。你也靓仔，便宜点，100。100块就100块啦。靓仔，你真係思講價啦。謝謝啊。謝謝。你以后每天上班都用这个手机壳吗？那不会，广州限定。那就好。接下来你想去哪儿？大佛寺、广州塔、长隆，还是按照美食地图一家家吃过来？我想再去一趟七彩玻璃。你们打理的真漂亮，这个花园是什么时候建造的？大概有多少平方啊？2年前吧，大概300平方。我看侧面也有光伏板，那这能算是光伏建筑一体设计吗？严格来说是不算的。我们顶棚啊还是常规的搭建方式，侧面的光伏板只是简单的附加罗列，和 BIPV 还是有差距。那光伏板总面积是多少呢？200平方多一点。那发电功率是3万左右，每小时发电30度。啊，对，日照好的时候差不多。那光照条件不足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处理呀？我们配备了地缘热泵，就是可以做个储能循环，把多余的电存起来用。地缘热泵储能循环系统，这个您能详细说一下吗？当然可以。等一下，我记一下。其实我还想问一下成本方面。魏工。啊，我们这个系统很复杂的，成本的问题我还要问问财务那边，要不你留个联系方式，回头我把资料啊直接发给你。
行啊，你有微信吗？我们加微信。啊。花园很漂亮，我可以拍几张照片吗？啊，当然可以了。我有微信，我扫你。太好了。好，回头我把资料整理好发给你啊。谢谢，我通过了。啊，他好像是你老板吧？你让你老板拿包，真的好吗？我们公司吧是项目责任制，这个项目呢我负责，所以林总大大下手没有关系。我们林总人特别谦虚。啊，你们公司氛围真好，怪不得你们老板用这么特别的手机壳啊。辛苦你们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谢谢了。没事，不用客气。好。储能问题，其实我们的技术员也可以问。当然可以，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点小小区别。什么区别？前些天我跟技术部门在讨论小花园的设计嘛，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，我就觉得我像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笨蛋甲方，所以就想偷偷的学习一下。那问外人就不会在公司内部暴露我的无知了呀。回去呢，我还打算买一些光伏方面的书，到宿舍里读。有道理，书不用买了，我给你。你有？当然，因为我之前也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副总，全靠背后偷偷学习，公司里才勉强撑得住场面。我们跨专业真的是太难了。可是你也不能因为自己淋过雨就把我拉过来一起淋雨啊！你怎么能这么理解我？这叫共同进步。我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好了，现在工作部分已经完成，接下来我们做什么？上午的老问题：大佛寺、广州塔、长隆，还是按照美食地图一家家吃过来？我选 D。开吃。几分？7分。180。心跳却越来越明显。你说你喜欢夏天，我只记得你那微笑弧线。你好，一共50。偷偷想你一整天，让我再靠近你一点点。每次说晚安之前，练习你的名字好多遍。你好，买单。这次我来吧。170。170。你好像有点嫌弃我的手机壳，这可是我小时候的偶像。我哪有？不过你的偶像是猴子。孙悟空，只是画的圆了一些，眼睛也大了些。但是你看这里啊，耳朵上面夹了一根金箍棒，表明了身份。我看到了，我还以为是峨眉山的猴子抢了游客的香烟。对不起啊，大圣哥，我有眼不识孙悟空。不对，是这个手机壳画的有问题。为什么要把大圣画成这么圆润的 Q 版，还毛茸茸？你买的手机壳每个动物都没脖子。哎，我们不讨论这个。
你的偶像居然是孙悟空啊？神界的。还分3届？那当然，小时候偶像有点多，不分区排名很难办。那时候在白墙上给偶像们按智力、武力排名。你小时候居然这么活泼捣蛋，那你爸妈肯定很头疼吧？还好，你呢？我可是乖孩子，只是偶尔调皮捣蛋了一点。偶尔这一部分详细说说。在泥里打过滚，用树枝打败过大鹅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一家深井烧鹅店？好像是。哎呀，时间还早，我们现在去。10点了还早啊？这里是广州，又不是江苏。走吧，我们去排队。明天怎么安排？安排睡觉，我要睡到中午12点。那中午在附近找个吃的就回去。好。那晚安。晚安。如果你要12点起来，也许早上我可以去安排一些小惊喜。什么小惊喜？很小，不一定有效。明天见。什么有效不有效？怪神秘的。明天见。这就是你说的大惊喜？小惊喜。全都是美食。早上起得早，就去把攻略上没来得及吃的东西都打包了一份，当然是能带上飞机的。路上吃点东西，也许可以缓解你的恐飞。原来你昨天说的不一定有效，是说这个，让我一路吃到上海吗？飞机要飞3个多小时，一直吃可能会撑坏。那是怎么办？飞机颠簸一下就给你发一份，内容未知。盲盒。今天飞机怎么这么平稳？那不是好事。也可以小的。没事，过去了。我还是不乱说。啊，有个
快搂着我一个。这个。鸡仔饼。嗯。好吃吗？那不好吃什么？眼光真不错。今天飞机好稳，还剩下这么多美食，你打算做什么？当然是送给你。你不是有很多好朋友，从广州回来总要给别人伴手礼。不过作为出资方，我是不是有权知道你送给谁？你就是想要我的好朋友名单，对吧？对，策反名单。周末我们让司机来接，我们直接打车回去吧。苏州没有机场，好麻烦哦。嗯。哎，这样的话，我想去趟平安寺，来得及吗？平安寺？去那里干什么？我昨天逛大佛寺的时候，突然想到的，一桩大事。谢谢。我陪你进去。不用，我自己进去就行。你不要打扰我。西瓜，你好像有点做贼心虚。怎么可能？我长这么好看，怎么可能做贼？你就在这看行李吧，我进去了。好。虚渊大神，对不起，上次我乱许愿了，但是我发现你有点太准了，我可以取消吗？或者我重新许个愿望？希望我们林雨森林总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存在着，不要消失。还有，希望所有我爱的人都平安健康。许了什么愿望？愿望是不能说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反正就是那种最普通、最奢侈的群体化愿望。群体化愿望？对。那冒昧的问一下，我被包含在这个愿望里吗？你嘛，你单列一条。待遇这么特殊？是的。哎，好吧，就是，就是希望下星期年会的时候，老板给我一个好的奖品，放假7天什么的。就这个？当然啦，做人不能太贪心的。啊，好啦，我这都许完愿望了，我们回苏州吧。小林，打车。
老板，有2份资料，你看一下。这么快就做出来2种截然不同的方案？只是比较粗略的版本而已，主要是想请老板确认一下方向问题。不过各部门的确速度很快，很配合。这个呢，还要谢谢你。怎么说？从广州带回来的美食盲盒呀，我回苏州当晚就叫了认识的也住在公司的女同事们一起来吃了。后面有事情呢，他们就很积极，大家能力都很强，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不少。然后技术部门的花总听说有做 BIPV 的可能性，也可积极了，差点就住在工程部跟他们研究方案了。这2种方案，你更倾向于哪个？美观节能上肯定是优选 BIPV 的，这是一种新型建筑嘛，我觉得挺有趣的，而且也和工程部验证过了，具备落地可行性。公司之前的确研究过 BIPV， 毕竟双远依托盛远和远程这样的房产建筑企业，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不过这2年因为海外的一系列制裁耽搁了下来。你对 BIPV 的未来怎么看？我觉得未来在公用建筑和商用建筑上一定会广泛应用的，毕竟国家现在在提倡节能减排，这一定是大势所趋啊。那你还犹豫什么？犹豫预算呀。虽然 BIPV 在技术上有很大的难度，但是花总已经摩拳擦掌说早就有想法可以解决了。但是我一看到预算，我还是很纠结，毕竟眼下属于行业低谷。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个小花园，吃掉一些现金流，是不是有必要？你考虑得很周到，但一线员工的工作环境的确急需改善。况且这个花园如果集成了先进的技术，也可以作为公司重要的项目展示点，让我们的甲方在考察时有更直观的感受，这对公司拿订单也有帮助。对哦，还有示范性作用。总之，你放手去做。小聂同事想做个小花园，我还不至于说提不出钱来。老板，这是你最帅的时候了。那你以前眼神有点不好。累到不想说话了？没有。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情。事情就是这样。你处理得很好啊，为什么不开心？也没有不开心吧，我就是在思考。阿如后来还为了我坚持要调查监控这件事情道歉了，但是我想来想去，其实是我欠缺考虑了。你看啊，我是不怕赔钱的，所以我一定要争一个是非曲直。那如果真的是我的错，我就赔偿道歉，但是你不能冤枉我呀，我不能受冤枉气。可这也是因为我有底气去承担任何后果嘛。可对于阿如来讲，这件事情确实有很大的风险。那如果他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我确实不应该擅作主张，坚持调查监控。你最后并没有坚持，不是吗？那我很快就想明白了嘛。我现在就是在思索其中的道理。其实，如果你一开始不摆出追究到底的架势，对方恃强凌弱惯了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你顶住压力，针锋相对，紧要关头用懂得设身处地、见好就收，这件事情才能迅速解决。你处理得这么漂亮，
应该感觉到骄傲啊。你是不是太会找角度夸人了？被你说的，我好像很厉害。你仔细想想，是不是这样？好像是哎，我真的就是这么厉害。那我们达成一致，我们小聂总方方面面都有个当个好老板的潜质。哎，你不要夸我，你一夸我，我就觉得你要给我安排工作，这肯定是一种心理战术。你是不是辅修过心理学？倒是的确修过。啊？你果然不清白，那就是一种心理战术啊。我要是有心理战的本领，肯定不用来骗你公司。那用来骗我干嘛？你快吃啊，等一下都糊了。我有个问题。啊？那个赵公子是何方神圣？我哪知道？感觉很虚伪，这个人，名片我都没卡，懒得搭理他。做得好，这顿我请。本来不也是你请吗？哦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布置了你跟张总明天要写春联的桌子。你看，看这个，我撤了一些摆设，然后把气球什么都拿走了，感觉更清雅一点。你看这样，我看看，的确不错。我还不知道你练过书法呢。我平时签字难道不帅？帅气。不过你今天晚上要不要突击一下，多背几副春联？光字写得好可不行，万一到时候词穷了怎么办？不用，背多费劲啊！我准备了小抄。没中奖的3位女士，要不要送你们回公司？不用了，李总，我和雨华要走路消消食，你送西光回去吧，西光要回去收拾行李。那我先走了，快走吧。雨华呀，怎么？我如此积德，明年林总应该能抽我个大奖吧？还要回去收拾行李？不用啊，放假才几天，年初9就回来上班了嘛。英姐很不错。我们都不错，有问题的是你，抽奖抽不中我们，年会结束还要跑到我们面前贴脸开大。刚刚在台上抽奖时，我刻意不看你，就怕多看你一眼，回头抽中像是暗箱操作。谁知道，小聂，你运气是不是有点差？我都这么有诚意了，你还中不了？你这么心虚又复杂的心理活动，可能中奖大神都难以理解吧？看来还是我的错。年后请大家大餐弥补。那要吃最贵的。这个挺。那边好热闹的样子。
也去走走，消消食。好呀。这个时间还有这么多人啊？可能是因为快过节了吧。这里和我们无锡的南长街很像。听说过，但是还没去过。你明年少给我安排点工作，我就带你去，从头吃到尾。你公然贿赂领导？是哦。我贿赂领导，少让我加班，你报到派出所看看抓谁。糟糕了，快说不过你了。因为我有理啊。哦。哦。那，你过年回上海？不，今年去北京。其实以前每年都是去瑞士过年。我妈妈在瑞士定居，不过今年她和叔叔回国开会，就不用跑那么远了。叔叔？我妈妈现在的丈夫，我爸爸早已过世多年。抱歉。没事，很多年了。上次你说要去长白山滑雪。嗯，我们和舅舅一家人在无锡过完大年夜，年初一一起飞长白山。你的滑雪技术怎么样？初级到一直刹车的水平，而且好多年都没有滑了。挺好的，听上去很谨慎。双板。你会滑雪吗？每次去瑞士，大部分时间都耗在雪山上，毕竟国外实在没什么好玩的。那你滑双板还是单把？以前是双板，这2年改单板了。双休？你吹牛的吧？这又不难，花点时间罢了。哦。突然发现，今年的年度计划还没完成。那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？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，读书急着跳级，上班1天恨不得当2天用。还是第一次觉得，这样慢吞吞的，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，真好。
我上去了。好，明年见。明年见。看，白雪一片片落地。看，这城市里灯火亮起，爱在眼底。